轰炸机作为大国战争的一款洗地神器，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的。如今也仅有美俄英法等老牌工业大国能够独立研制。而随着二战后高空高速战斗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的发展，轰炸机这个空中巨兽也向超音速发展。今天火力军为大家盘点一下全球几款飞得最快的轰炸机，看看哪款是你的最爱。本期内容主要由美国 B-1B 枪骑兵轰炸机、俄罗斯图16白天鹅轰炸机、美国 XB-70 女武神轰炸机等，精彩节目即将开始。B-1 战略轰炸机也叫罗克维尔 B-1 枪骑兵，是美军现役最快的远程战略轰炸机。该机是由北美航空于20世纪70年代研制，在1974年完成第一次试飞，间隔11年后才开始服役。冷战末期美军正式使用。因为 B-1 经常被读作 B-1， 因此常常被称为骨头。该机从生产到2013年仍然有60架在美国空军服役，它也是美国空军战略威慑的主要力量之一。该机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其超强的敌空突防能力，突破并撕裂对手的防空火力网。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基础数据。B-1 战略轰炸机长44.5米，高10.4米，成员4人，翼展41.8米，24米，机翼面积181.2平方米，翼载荷816公斤每平方米，空重87100公斤，一般起飞重量148吨，最大起飞重量216.4吨，最大飞行速度1.25马赫，实用升限18000米，航程11999公里，作战半径5544公里，推力重量比0.37。B-1 为了兼顾高速性能和良好的低速起降性能，采用的是可变后掠翼设计，这也可以使它在没有办法部署 B-52 的机场情况下完成起降。这样的设计可以降低雷达截面积，从而来降低被敌方防空系统发现的概率。该设计的核心是机翼成立组件全部使用 6AI4V 钛合金制造。B-1 的固定内翼段与机身中段完美平滑过渡，一套大型整流罩使用玻璃纤维制造。该机的固定内翼段并没有采用明显的异形剖面，高度后掠的前缘很钝，来容纳电子对抗系统的各种天线。一套产生升力占总升力的很大比重，在机翼以最大后掠角飞行时更加突出。B-1 翼套两侧外缘下片固定，铰链上片可以上下调整高度，两者之间有柔性密封口盖。机翼后掠时，一根容纳入盖板之间，可变后掠角的外翼段变化范围为15度到67度。机翼为双翼梁结构，使用传统铝合金制造。机翼结构内部密封作为油箱。如果说到 B-1 的武器系统的话，该机有3个固定的弹仓，每个弹仓都长5.49米，用来挂在波音 AGM-86A， 来保障自己的自卫能力。这些弹仓一个位于主起落架舱后的后机身，紧邻发动机舱的位置，其余2个在主起落架舱前机身。除此之外，它的载弹量更是惊人。据有关资料显示，该机拥有3个巨型内置弹仓和6个机翼外挂点，其中3个内置弹仓的最大载弹量超过了34吨，6个机翼外挂式武器载荷最高可达26吨，所以 B-1 总体最高载弹量已经超过了60吨。然而体积更大的 B-52H 轰炸机的最大载弹量只有26吨，即便是按照 IWBU 改装计划翻新改进后的 B-52H 轰炸机，载弹量也只有31吨，只是 B-1 枪骑兵轰炸机载弹量的一半。既然该机拥有如此惊人的载弹量，那么使用什么样的发动机才能保障它的动力呢？下面我们来讲一下。B-1 战略轰炸机安装的是4台 F101GE102 涡扇发动机，每台最大推力7711公斤，合力高达13961公斤，推重比7.7。当时为了增强该机在穿越乱流时的稳定性，将该发动机安装在一根下方的双联发动机短舱中。由于短舱之间的间距较大，所以主起落架组件布置在短舱之间。该发动机的尾喷口有12片被称为火鸡羽毛的整流片，但在实际使用中，火鸡羽毛并未使用到，反而被拆除用来降低战机的重量。
该发动机采用的是固定进气道，在双联发动机短舱斜切进气口的两侧，进气口内有一组挡板，这些挡板是用来折射雷达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B1 的服役历程。B1 首次参战是在1998年12月16日，当时伊拉克拒绝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合作，美国派出一支远征军来报复伊拉克。当天，美军第7轰炸联队第9中队和第28联队第37中队的2架 B1 从波斯湾沿岸起飞，轰炸了伊拉克阿尔库特兵营。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美军的2架 B1B 战略轰炸机由海军战机护航下，越过伊拉克边境，以每小时550英里的速度巡航。当时在 B1B 要轰炸的区域上方，伊拉克军方的防空火力布满天空，空中到处都是充满了燃烧着的橙色弹道轨迹线，防空炮弹试图劈开快速移动的美国战机，因为这些战机正在伊拉克上空飞过。当轰炸机到达目标位置时，机组人员打开了弹舱，并释放了数十枚500磅重的航空炸弹。科索沃战争时期，美国南达科塔州艾尔斯沃斯 AFB 第28轰炸联队的5架 B1B 被部署到费尔福德英国空军基地进行支援。1999年4月至5月，该轰炸机执行了超过60次作战任务，出动率100%，最长的任务长达8小时。911事件后，美国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和基地组织发动了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在战争初期，美国第28轰炸联队的8架 B1 作为第28空中远征联队部署到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2001年12月中旬，B1B 又从迪戈加西亚岛转场到阿曼的苏姆莱特空军基地。从2001年10月7日作战行动开始到美军占领坎大哈2个月的时间里， B52H 和 B1B 执行了美军10%的空中攻击任务，投放了11500枚武器。实际上 ，B1B 任务架次只占美军飞机架次的5%，却投放了近40%的弹药。2011年3月27日，美国南达科塔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第28轰炸机中队和第34作战支援中队接到48小时战斗指令，派出2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支持奥德赛黎明行动。2018年4月，美军1架 B1B 向叙利亚发射了19枚 JASSM 巡航导弹。3天后，2架 B1B 完美完成任务，返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这也是该中队的 B1B 第一次从美国本土出发打击海外目标。2021年6月，据相关媒体披露，守望者号 B1B 轰炸机将从俄亥俄州廷克空军基地经过陆路运输到维奇托州立大学国家航空研究所，在那里它将被拆解成单独的零件，清洗后通过 3D 扫描和逆向工程技术创建出高质量的 CAD 模型。1984年8月29日 ，B1A 实验型在执行低空速度测试时失速坠毁，成员使用逃生舱脱离轰炸机，但降落伞操作不当，导致飞机上的成员2死2伤。时隔3年，该机再次发生事故。它在科罗拉多州詹塔戴斯空军基地执行低空飞行任务时，遭遇鸟群撞击坠毁。飞机上共有成员4人和测试人员2人，共6人。4名驾驶舱成员弹射脱离，测试人员2人死亡。时间仅仅过了1年，该机又出现了3起坠机事故，导致4人死亡。直到2021年7月5日，据有关报道，美国空军1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因技术故障紧急降落，导致刹车起火和2个轮胎爆胎，机上4名飞行员没有受伤。这是他最新的一条服役动态。总的来说 ，B1B 作为一种超音速可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它现在处于半退役的状态。因为多用途战斗机的不断完善，这款曾经的明星轰炸机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边缘化。加上它平时高额的维护费用，现在 B1 战略轰炸机在美军眼里也只是作为象征性的存在了。该机是由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所研发的一款超音速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图160装备着世界上推力最强劲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轰炸机。它于1987年5月开始服役，1988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因其优雅的外形和白色的涂装，使其被赋予白天鹅的称号。图160轰炸机作战方式是以高空亚音速巡航、低空亚音速或高空超音速突袭为主，
它的续航里程达到了 1.6万公里，载弹量更是高达45吨，并且还能够携带核武器。而最为特别的是，图160在驾驶舱内还有休息室、厕所和食品加热柜等。图160自问世以来创造了上百项纪录，这使得美国军方十分讨厌这款轰炸机。做视频不易，请大家多多关注。图160轰炸机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翼身融合体设计，机翼为变后掠翼，它的机翼总面积达到了370平方米，机身长54.095米，高13.2米，可乘坐4人。图160对标的是美国的 B1 高速轰炸机，但它要比 B1 大20%左右，并且速度也要比 B1 快。图160的最快飞行速度达到了 2.05 马赫，是目前飞行速度最快的轰炸机。图160装载了4台库兹涅佐夫 NK321 加力涡扇发动机，分别并列安装在靠近机身的2翼下。该发动机堪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用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为137.3千牛，加力后的推力为245千牛，推重比为7.35。根据数据显示 ，NK32 发动机的总长度达6米，喷口直径达1.46米，重量有3.4吨。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站在上面，就像站在一间小房子面前一样，坐在上面或是躺在里面都是不成问题的。而图160这架将近300吨重的庞然大物，之所以能够拥有超 2.05 马赫的极快航速，正是因为装备了4台 NK32 发动机。NK32 发动机一直是苏联禁止出口的军事装备，即使是到了俄罗斯时期，它仍然禁止出口。图160的油箱载油量为148000公斤，续航里程达到了16000公里，并且图160还可以空中加油，在伊尔78加油机一次加油后，就能对美国和欧洲全境进行战略打击。图160的总体气动布局与 B1B 极为相似，相似的总体布局表明，两国设计者均想通过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将轰炸机航程远、续航时间长、武器载荷大的特点与低空高压音速和高空高超音速突防能力结合起来。从 FB111 逆火到 B1B 和图160，变后掠翼布局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图160与 B1B 却又有很大的区别。图160从一根可以看到，一根前缘边条附近的结构对接接头，这表明图160的机翼是通过整流边条与机身融合的，而不是像 B1B 那样把翼身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来设计。在武器系统上，图160有2个武器舱，均可容纳一个能发射6枚 AS-15 撑杆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的旋转发射架，也可携带巡航导弹、短距攻击导弹、核弹、常规炸弹和鱼雷等多种武器。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对图160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图160的发展历史。在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的军事实力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刻。这一时期，苏联大批量高科技武器相继问世，从 P7 战略导弹到基洛夫级巡洋舰，无一不代表着前苏联令世界震惊的军事成绩。然而在空军领域却始终都缺少一型战斗力高、能扛能打的战略轰炸机，这也成为了当时前苏联强大军事实力上的唯一一块短板。1967年，面对日益迫切的航空军事武器需求，苏联决定不遗余力研制一款超级轰炸机，不仅要强，还要大，航程还要远，同时还要能携带大量武器弹药，并且要具有超音速航行能力。当时这些要求难坏了苏联的科学家。后来经过了10几年的设计研发，最终在1981年12月，由图波列夫设计局为主，米亚谢夫设计局作为辅助设计的这型初代图160轰炸机最终问世，并在当月19日执行首飞任务。这架轰炸机就是图160的原型机。此后又经过多次升级与改进，最终在1987年正式进入苏联空军服役。图160与当时世界上轰炸机朴素的外形不同，图160通体雪白，线条流畅，从机身到机翼无处不散发着创意的光辉。高速飞行下的图160，机身和机翼仿佛浑然天成，以一种完美的角度向世人展示它的优雅。纤长的机身仿佛飞行中的天鹅，正因如此，图160也被当时的苏联人民亲切地称为白天鹅，可见当时图160的人气之高。在众多强大参数背景的加持下，图160轰炸机成为了一架名副其实的大型洲际轰炸机战略武器，震慑力甚至可以辐射到美国全境，再加上强大的破防能力，令当年的欧洲和美国十分忌惮。
但就是这么一款如此强大的轰炸机，也有着一段被损坏拆解的消沉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军事遗产也随着解体而面临分割。本着就地分割的原则，俄罗斯仅分到了6架图160，而乌克兰却分到了19架图160，以及几百架其他型号的前苏联战斗机和将近一半的空射巡航导弹。在俄罗斯广阔领土的对比下，乌克兰以小范围的国土面积分得了前苏联近一半的军事遗产，可谓是一时风光无限。但发财容易守财难，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即使再富有也很难守住自己的财富。更何况乌克兰的经济也并不富有，在极其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乌克兰的国力根本不能支撑起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军事武器。大量前苏联先进军事武器被堆积在乌克兰郊区军工厂的仓库中，几乎沦为了废品，其中就包括全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得到的图160轰炸机。当时美国研发生产的 B2 作为全球第一代性能强大的隐身机被寄予厚望，但一味地追求隐身性能，往往会忽略轰炸机的其他属性，像机动性和载荷性能就有了明显的下降。但这类高科技技术难题很难在短时间攻破，为此美国科学家绞尽脑汁，但以当时的技术依旧无果。在这种形势下，具备强大性能的图160成为了美国技术发展的首选，但乌克兰却没有卖给美国。在协商购买无望后，美国只得联合欧洲国家紧急出台了一份减少威胁协定的告知书。在协定内容中提出，欧美等国将以出资4万元援助乌克兰，以换取乌克兰尽快拆毁前苏联时期的大量杀伤性军事武器。而乌克兰在签署协定前也曾联络过俄罗斯和印度出售图160，但19架图160售卖30亿美元的价格太过昂贵，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无法拿出这笔巨额资金。而当时的乌克兰正处在金融危机中，售卖无路又被协议逼迫的乌克兰，为了生存，只得加快对图160的拆毁进程。乌克兰将国内的武器装备能拆分的拆分，能贩卖换钱的就全部贩卖。前苏联留下的军事武器遗产及相关技术数不胜数，庞大的航母、功能强大的水上舰艇以及型号各异的战斗机，通通没有逃过乌克兰的贩卖之路。甚至连瓦良格号航空母舰都被拆毁变卖，更别提在乌克兰看来价值不如航母1/1000的图160轰炸机了。1998年，乌克兰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10架图160拆解完毕。当时虽然美国空军麾下也拥有多款轰炸机，但是与图160相比，在很多领域似乎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要知道，该轰炸机可是上个世纪的产品，服役数十年至今，这一点可能是美国所不具备的，同时也说明当初苏联的技术和设计理念究竟有多么强大。女武神轰炸机是一架美国空军在冷战时代开发的实验性3马赫超高空战略轰炸机，可以说是一款划时代的飞机，能将250吨的重型轰炸机飞到像 SR-71 黑鸟侦察机一样的3倍音速。而这至少说明了2点：第一，美国的科技在当年就已经非常先进了；第二，就是冷战的疯狂超出人们想象。可能很多人对 XB-70 轰炸机并不了解，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也并不奇怪，毕竟 XB-70 轰炸机只制造过2架原型机，整个项目的研发试飞已经是50-60年前的事情了。因为最终没有装备服役，所以被后人遗忘并不出奇。不过这并不能掩埋 XB-70 轰炸机传奇而又短命的一生。XB-70 瓦尔基里轰炸机又被称为女武神轰炸机，是人类历史飞得最快的战略轰炸机。在所有能够飞到3马赫的航空器中，女武神是最庞大的那个，体积重量远超其他航空器。1954年10月，美国空军想要研发一款具有洲际能力的轰炸机，要求具有 B-52 同等武器载荷和续航力。1959年3月，国防部核准制作实体模型，而发动机则由通用电气公司来进行推力改进的工作。历经数年的毒性燃料、洲际弹道导弹、U2 事件等政策改变波折，终于第一架 XB-70A 在1964年5月11日首次公开展示，并于1964年9月21日首次试飞，而在后续飞行测试过程中创下21500米高度、3马赫巡航速度的世界纪录。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女武神的性能指标、具体设计都是非常前卫科幻的。
核心设计思想是通过乘波体外形设计来实现超音速飞行。机头超大的后掠角压翼设计，修长的前机身，机尾并列发动机布局，双全动垂尾，令女武神拥有远超时代的先进科幻感。那么它的性能参数是多少呢？翼展32米，前置翼展 8.78 米，机长 59.74 米，机高 9.14 米，轮轨距 7.06 米，轮机距 14.08 米，主翼总面积 585.02 平方米，前置翼总面积 38.61 平方米，垂直尾翼总面积 21.73 平方米，机体总重250吨，油箱总重量11个136吨，最大速度3马赫21500米高空，进场速度500公里每小时。装备有6座通用 YJ93GE3 型涡轮发动机，以及传统与核子重力武器。可就算是这样，依然不能掩盖它所具备的优点。在机翼的设计上，女武神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压缩升力概念，即在某种高速下，一种适当形状的物体可使因胀形成的激波撑起物体，如同冲浪快艇般的乘波奔驰，而且是世界上第一架采用这一概念的可载人飞机。其较大角度下折的主翼，除了可以较大幅度增加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的稳定性之外，还能让飞机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围绕在机身下方。这种设计可以使 B70 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很高的升阻比，并将冲击波转换为轰炸机的上升力。当女武神以3马赫的速度飞行时，其接近40%的升力都是由压缩升力提供的。而为了与主翼较大的后掠角度相配合，以保持机身稳定，女武神采用了双垂直尾翼的设计。理论上，此折动机翼有3种好处：一，使翼尖起到部分垂直安定面作用，有助于 XB70 的方向安定性；二，超音速时可抵消其上反角效应；三，破坏翼面后部所产生的部分升力，避免升力中心过度向后移动，使飞机趋于稳定。而在动力方面， XB70 的推力来自6台由通用公司为其量身打造的 YJ93GE3 型涡轮发动机。不过，如此强大的发动机也让女武神的每一次飞行都显得十分奢侈，它的耗油量太过巨大，于是为了节省燃料，其航程被严格控制在3000米左右。这也决定了，即使当初这款武器没有因故夭折，其生产与装备数量也不会很多。除了这些之外， XB70 十分精简的操作系统、先进的电子设备等设计，在当时看来也十分具有前瞻性。在机载武器方面，作为一款轰炸机， XB70 的火力在纸面上看可谓是天神下凡。每架女武神机身下方的弹舱内可携带约20吨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其弹舱之中可储存至少14枚核弹。一旦成功突破了敌军的防空网络，那么对方的所有重要战略目标都将处于危险之中。这在当时引起了苏联人的极大危机感。但是这样强大的轰炸机也有着致命的缺陷，在机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上， XB70 显得比较无力。这种飞机没有装备任何自卫性武器，它仅有的自保方式就是十分先进的电子设备和超音速的高空飞行速度。于是，为了改变和增强 XB70 的自保能力，并确保未来的轰炸任务一切顺利，设计人员计划给女武神装载空对空导弹以及其他自卫性武器。但可惜的是，还没有等到计划实施的那一天， XB70 项目就被取消了。除此之外，北美平雀公司还曾经为女武神专门研制了一款3马赫护航飞机 F108， 两者的研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而且为了节省成本，他们还使用了包括 YJ93GE3 型涡轮发动机以不锈钢为主要材料的蜂巢结构在内的相同技术。在原本的计划中， F108 将安装一套覆盖范围超过160千米的 Hungers ASG-18 火控系统，包括3枚 GAR-9 空对空导弹。虽然这种护航战斗机的研发过程一度十分顺利，但是由于其高昂的成本以及与洲际导弹高度重合的作用，而被军方在1959年9月以缺少资金的理由取消了。虽然对 XB70 也有着相同的看法，但是由于美军一直以来对超音速轰炸机的追求，这款轰炸机的研发与测试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苏防弹道导弹的发展以及防空系统的更新换代， XB70 这款专门被设计出来应对苏联防空网的轰炸机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了。
再加上前2架原型机在试飞中出现的明显缺陷，女武神项目这才被正式宣布取消。这款被视为诸神黄昏准备的重型武器，还没有在实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有美国专家认为，虽然 XB-70 项目只维持了几年就宣布破产，但是这架飞机本身却是世界航天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光滑流畅，犹如雕塑般的外形，让人看一眼就很难忘记。这也为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比很多真正在战争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武器装备还要高的人气。XB-70A 首次出场呈现在众人之前时，无人知道该如何称呼它。有人说它像发怒的眼镜蛇，像螳螂、食蚁兽、飞鸟等等。其实空军早在出场之前，在2万多群众提名中选择了女武神之名。此神是北欧神话战神欧丁的12个女儿，其职责是飞临战场上空，导引战死沙场的英灵到战神欧丁的英灵殿享宴。也就意味着 B-70战略轰炸机一旦临空，将会毁灭一切目标。图 22M 轰炸机是苏联的图波列夫设计局所研制的一款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北约代号为逆火。它名义上是改良型号，但实际上它是一架全新设计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该机既可进行战略核轰炸作战，也可进行战术轰炸作战，尤其是携带大威力的反舰导弹，远距离快速奔袭攻击航空母舰编队。它部署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对其战略空间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图22在布局上，它采用了双发变后掠翼的布局，它属于是中型轰炸机，体积不算太大，比图16这种战略性轰炸机要小一些，但是比一般的歼击机要大一些。那图 22M 究竟是怎样的一款轰炸机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详细参数。它可乘坐人数为4人，分别包括飞行员、副驾驶、领航员和武器系统官。机身的长度达到了 42.46 米，高度为 11.05 米。翼展分为2个，分别是全展开后长 34.28 米和开启后掠翼长 23.3 米。机翼的总面积为 183.6 平方米。在动力系统上，它采用了2台 NK22 型双转子加力式涡轮风扇发动机。这台发动机是在60年代初期开始研制，到了1965年10月，由5台预生产型完成了1500小时台架试验。该发动机在起飞、跨声速和超声速巡航时才会打开加力。图 22M 轰炸机的最大飞行速度为 2.3 马赫，标准航程为7000公里，它的最大航程为12000公里，作战半径在2410公里以上。但是图 22M 的最大飞行速度只在高空才能达到 2.3 马赫，而且是无外挂的情况下。如果想全程都这样飞的话，它的航程是远远达不到7000公里的。在武器方面，图 22M 的最大武器挂载为24吨，在它的机翼和机腹下可挂载3枚 KH-22 空对地导弹，或挂载1枚 KH-32 空射巡航导弹。这个导弹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导弹，它是专门打击水面舰艇目标的，同时它也可以打击陆上的大型目标。这枚导弹在实验当中就可以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重要目标，而且这个导弹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M-5，也就是声音速度的5倍。这款导弹我们都可以叫它超高音速导弹了。而图 22M 的机身武器舱内还装有旋转发射架，可挂载6枚 RKV-500B 短距攻击导弹，也可挂载各型精确制导炸弹，如69枚 FAB-250 炸弹或8枚 FAB-1500 炸弹。此外，有一具 GSH-23L 型23毫米机尾遥控机炮。从装载的武器类型上，我们可以看出图 22M 是非常强悍的。而且图22轰炸机不单单是在武器装备中突出，在它的设计工作中也包含了诸多的第一次，尤其是可变后掠翼，它的整个设计思想都围绕着这种机翼一步步变为现实。设计局仔细确定了机翼转轴的位置以及固定翼翼套和可动外翼的相对面积，目的是在机翼复位时确保气动压力中心的偏移不超过 2% 的平均空气动力弦。而飞行员可以根据各种飞行模式选择4种机翼后掠角度。在航电系统上，它具有陆上和海上下视能力，并有着远距探测雷达、轰炸导航雷达、多普勒导航和计算系统等航电设备，还安装有 SRZ-02 敌我识别器、警笛3全向警戒雷达等电子对抗设备。
总的来说，图 22M 在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是一款很强的战略轰炸机。图 22M 共有4个衍生型号，它的第一架原型机于1969年6月制造完毕。为使图22升级换代的封面故事显得更加真实，该型最初被称为图 22KM， 但事实上该型号因为图 22M0 或产品4500，因此也被内部人员称为0号。同年的8月30日，图 22M0 的1号原型机首次试飞，驾驶员为图波列夫设计局的试飞员 VP 鲍里索夫。这款机型设计局总共制造出9架原型机，并在1969年9月至1970年期间对这些飞机进行了工厂测试，其中6架单独作为试飞机用于性能和操控测试，其余的飞机则用于发动机。在机系统和武器测试包括投弹和导弹发射。后续的3个型号分别为图 22M1、M2、M3， 其中图 22M1 为预生产型，于1971年7月28日进行了首飞。它与图 22M0 的主要区别在于 M1 的翼展安装了更大的加固型机翼，以及新型 NK22 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测试表明，图 22M0 的背部辅助进气口效率较低，因此在图 22M1 上，这种进气口被侧部进气口代替。机身两侧各3排侧进气口，其他比较明显的外部特征则是角度更大的进气口和主起落架整流罩。而图 22M2 于1973年5月7日首飞，是第一批批量装备空军远程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的实用型号。该型装备了原设计中计划的所有设备，具备了完全的作战能力。翼下起落架舱整流罩比 M1 型的小，而且不再伸到后缘之外。主起落架向里收起，这样大大扩展了机内油箱的容积，延长了飞机的续航力。机身容量也做了修改，翼展加大，还增加了空中受油设备，性能比 M1 型有很大提高。最后一款是图 22M3， 相比于之前的型号，它采用了全新设计的机翼和雷达罩，活动机翼部分最大后掠角可达65度，进气道外形也和前面的型号有所不同，采用了和米格25类似的楔形进气道。全新的航电系统更是使飞行员座舱焕然一新，一改以往苏联飞机座舱漫天仪表盘和机械仪表的风格。该型机也成为了当时苏联远程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对地打击力量的核心。北约给其绰号为逆火 C。 图 22M 同样也参加过不少战争，如1984年的阿富汗战争，苏联出动了6架图 22M2 轰炸机来到阿富汗，对其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又在后来的1985年3月，新罗克西斯号模拟美国航母对苏联发动攻击，而苏联太平洋舰队则派出1架图95引导20架图 22M2 轰炸机发动模拟导弹攻击。演习结果表明，图 22M2 使用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有效打击当时的美国航母战斗群。由于演习水域位于日本以东1000千米海面，因而给美国和日本造成极大震动。还有1994年的11月29号到1996年的8月14号，第一次车臣冲突中，远程航空兵主要从恩格斯机场派出了14架图 22M3 轰炸机，共出动了172架次，其中攻击武装组织目标60架次，对道路、山口和地段实施布雷65架次，对目标和地面实施照明24架次，转场23架次，共飞行了737个小时，在此次冲突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随后的一次演习中，图 22M 也同样表现出了它硬核的实力。2006年9月2号到9月30号，俄空军司令米哈伊洛夫大将亲自指挥，组织了最高统帅部第37集团军进行远程战略航空兵首长司令部实兵演习。演习中，远程航空兵共出动多架图 22M3、图160和图95MS 轰炸机，在前线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20多架次飞机的护送下，共完成70多架次战斗飞行，横跨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里海，完成22次巡航导弹、战术导弹发射和航空炸弹投掷任务。不过图 22M 也并非无敌。在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因为南奥塞梯问题爆发了武装冲突。在俄格冲突中，远程航空兵图 22M3 再度披挂上阵，但中途一架图 22M3 在轰炸格鲁吉亚的一个步兵旅集结地时，在6000米高空中被击落。
这次的图 2RM 并未能再次展现出昔日的零损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型轰炸机横空出世，大家认为图 2RM 还能再坚持服役多长时间？ T4 轰炸机是苏联研发的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最大的体型、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威力、最贵的造价，这些都是它的代名词。在欧洲各国被称为西方追魂者，但在苏联士兵口中却是会飞的135吨黄金。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为了争霸世界，在军备和战略武器上的竞争越演越烈。在美国继 B58型超音速中程轰炸机之后，又开始研制了 XB70 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军方及航空工业部门提出采用竞争的方式研制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即用于截获和摧毁巡航导弹的载机计划。也就是说，这又是一架冷战的疯狂产物。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空军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要求这款战机能够做到在处于超音速巡航的状态下，依然能够做到在高空中将敌方的巡航导弹拦截下来。这意味着在气动布局、蒙皮材料及发动机等方面都要攻克很大的技术难关。最终 T4 的方案被苏联军方予以认可，于是没多长时间，第一架 T4 原型机就被研制成功。首次试飞之后，苏联的军方对它进行高度肯定，而西方国家也对此予以高度关注。T4 的结构造型看上去和超音速运输机图114非常相近，因为它具备双三角翼下单翼，还采取了无平尾布局，放眼望去，机身不是一般的长。于是为了满足超音速飞行的技术需求，设计局反复对动力系统进行了改善，最终研制出新型 P3641 发动机，堪称是当时那个年代推力性能最出色的航空喷气发动机。而 T4 轰炸机一装就是4台，这样的结果就是可以保持2马赫的高空持续超音速飞行。在载弹量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苏联为了为其提供更厉害的武器系统，还特意让彩虹设计局研发了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代号为 X45， 其最大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射程达600公里。而接下来就是它的具体性能数据。T4 轰炸机长度 44.5 米，翼展22米，高度 11.2 米，翼展面积 295.7 平方米，空重 55.6 吨，最大飞行速度3200公里每小时，实用升限2万到2万4千米，能够连续飞行7000公里。这个数据在现在看来依然强力。那么苏联为何舍弃它呢？其实在 T4 飞机的研制过程中，苏联军方和航空工业部门对此都很重视，并将其列为优先保障项目。在1970年至1975年的这个5年计划中，曾经在喀山飞机场制造250架 T4 飞机，但是该机超前的技术水平带来了研制生产上的巨大困难，导致进度严重滞后。而且随着军方改进图22发展逆火战略轰炸机方案的实行， T4 造价昂贵，载弹量小，载荷单一，战术使用灵活度被直接放大，最初的最强轰炸机成为了鸡肋之物。于是空军最终选择了多快好省的图 22M， 而 T4 就很显然的被放任在博物馆吃灰了。法兰西第5代共和国之舰幻影4轰炸机。幻影4战略轰炸机可以说是最小巧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主要用于携带核弹或巡航导弹，高速突破防守，攻击敌方战略目标。自1961年试飞成功之后，就在法国总统的直接指挥下，担任法国核打击力量的先锋。二战之后，法国就认为核武器是法国防务政策独立自主的一个特殊工具，也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战略选择。在戴高乐上台之后，更是加快了法国研制核武器的进度。在研发独立的核武器威慑力量时，由空军负责组织研制一种能携带原子弹、执行核攻击的轰炸机。为此，南方飞机公司和达索飞机公司展开了竞争。前者则是推出了轻型轰炸机秃鹰2的改型秃鹰4060，达索则是研制了幻影3的发展型号幻影4。毕竟达索公司的实力与名声是什么样，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幻影3、幻影2000都是达索公司的得意之作，这次竞标自然也落到了达索公司的手上。
幻影4可以说是凝聚了当时法国航空工业的精华。当时的法国仅仅是在战斗机的研制和生产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新型轰炸机方面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所以法国就以现有的技术来进行改进，结果在研发成功后，法国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直接按战斗机放大来设计轰炸机。幻影4轰炸机在总体布局上沿用了幻影系列传统的无尾大三角翼的布局。从外观上看，幻影4其实就是以幻影3为原型放大 1.5 倍，总重量则是幻影的 2.45 倍，但速度却丝毫不减。幻影4轰炸机最大速度 2.2 马赫，巡航速度960公里每小时，可以在 1.7 马赫速度的情况下飞行半小时，航程为3700公里，作战半径为1250到1600公里。这与同时期的美苏装备的超音速轰炸机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幻影4的最大载弹量 6.4 吨，比早于它1年试飞成功的美制 F4 鬼怪式战斗机的 7.257 吨低。而英国1952年试飞成功的中程战略轰炸机的火神最大起飞重量为 90.8 吨，一次空中加油作战半径4630公里。只是火神是亚音速，在速度上不如幻影4，但无论是块头还是功夫，称幻影4为战略轰炸机其实都有点牵强，称呼其为战斗轰炸机比较适合。为何法国还要称其为战略轰炸机？虽然幻影4的载重和航程一般，但它快呀！2.2 马赫的极限速度要比当时世界主流轰炸机高出1倍多。比如美国的 B-52 等，满足了法国的战略需要，这与幻影4强大的动力装置密不可分。幻影4配备了2台阿塔 9K 加力式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单台不加力推力为4700公斤，加推力则为7000公斤。不过由于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加大耗油量，所以幻影4上的油箱很多，机身中段的油箱几乎完全占用了领航员舱，到发动机之间的空间、机翼主梁和后梁之间以及起落架安装点之间的前缘都设有油箱。而且为了实现短距离起飞，幻影4的翼下还可以安装2组共6个助推器。在设计上，幻影4采用无尾翼三角形中单翼布局，在外观上，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结构，机头较尖，前端是空中加油受油管。毕竟幻影4的作战半径实在是有些可怜，想要实现远距离打击，只能依靠空中加油。当然，作为轰炸机，火力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幻影4基本型的主要武器是在机腹下的一枚5万吨级核弹，也可以携带16枚454千克炸弹，或者4枚 AS.37 空对地导弹，在威力上完全没问题。只是在电子设备的研发对当时的法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在研发成本上，这一点在研发成本上就可以看出来。幻影4的结构原材料占总费用的 6.5%， 加工工时占 17%， 而电子设备则占了 50.5%。幻影4使用汤姆逊 CSF 公司的轰炸雷达以及多普勒脉冲雷达，并且设计了可以缓解远程奔袭中飞行员疲劳的自动驾驶仪。当然，幻影4也与幻影家族的其他机型一样，都有改进版。1979年，法国在第5艘可畏级导弹核潜艇服役之后，就已经确立了未来的核打击力量肯定是以隐蔽性更强的海基为主。但为了继续保持空中集合力量，还是对幻影4进行了升级，将其中一个中队的幻影4改装成了幻影 4P。 在这次改进中，法国重新设计了幻影4的航空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系统，使其可以使用 ASMP 战术巡航级导弹。原本的雷达被改装为脉冲多普勒雷达，并且加装了双鱼度惯导系统，使导航以及搜寻能力得到改善。ASMP 导弹是法国空军研制的战略和战术两用的对地巡航导弹，采用惯性加程序制导，并且装有一台整体式液体冲压喷气发动机，配以热核战斗部，最大射程250公里，最高速度为3马赫，弹重860千克，战斗部当量约为300千吨。其改进型 ASMP-A 将利用 ASMP 的基本机体，以新一代有级助推器的液体冲压火箭为动力装置，使 ASMP 250公里的射程大大增加，在高空的巡航速度大于3马赫，低空则大于2马赫。这种冲压火箭发动机是可控的，并且有很大的飞行包络，所以可以选择多种弹道。
在突防能力上很是优秀。值得一提的是，在北约之中，也就只有美国和法国成功研制了超音速大型轰炸机。上世纪60年代，英国曾计划研制 TSR-2 大型音速战斗机，使用奥林巴斯双转子轴流式喷气发动机，单发正常推力8880公斤，加力推力达到13885公斤，可以在高空以超音速巡航飞行。如果研发成功，英国只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 TSR-2 战斗机就可以变成轰炸机。可惜的是，工党政府上台后， TSR-2 项目就被取消，于是幻影4就成了西方阵营中唯一一种非美国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大型轰炸机。当然，幻影4的缺点也较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发展较为迟缓，与其他强国相比有不少的落后之处。在二战后，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也因为有技术的限制，幻影4尽管很有特色，但与美苏先进战略式轰炸机相比，明显偏小，难以形成更为强大的威慑力。不过，幻影4最初的设计目的就不是为了争霸，所以它并不是一架传统的多用途轰炸机。根据60年代的防空武器发展，法国并不准备为自己配备大型的轰炸机，这也就意味着英国人手里的胜利者和火神不符合其需求，而法国的国力也不支持他们去装备 B-47一类的战略轰炸机，所以幻影4就被打造成了具有极高速度的核武刺客。毕竟 2.2 马赫极限飞行速度在当时的轰炸机中无人能及，即使在几十年之后，也只有美国的 B-1B 和苏联的图160与之媲美。所以严格来讲，幻影4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轰炸机，更像是一种专用的核武攻击机。主要的任务就是携带武器进行高速突防，任务相对单一。虽然这种思想不适合美军空军的要求，但十分适用于法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幻影4服役之后，法国空军就一直保持着接近30架的幻影4轰炸机编制。除了少部分储存起来的备用飞机，其余被分为可以互相替换的2批。其中的12架分散部署在几个基地内值班，还有12架幻影4则可以在5分钟内做好战斗准备。所以在当时，幻影4消耗了法国空军近一半的装备维护预算，而对于当时法国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苏联。所以在设计幻影4时，法国就将苏联设置成了假想敌。一旦核战争爆发，幻影4机群可以分批出击，每架飞机都能携带1枚核弹，去摧毁包括莫斯科、斯莫林斯克、基辅在内的10个苏联西部城市。为此，法国不得不向美国购买 KC-135加油机，为有些腿短的幻影4提供航程支持。如果更简单一点，那就是将飞机分为2架一组，其中的1架携带核弹，另外1架就携带专用的加油吊舱陪同。虽然有些麻烦，幻影4对于法国战后的雄起还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因为当时的法国急于在盟国内部与美英平起平坐。毕竟二战后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对法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的法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当欧洲老大，对核武器这种战略性武器的兴致很是高涨。幻影4的服役无疑给令法国第一次具备了空中核威慑能力，在安全感上直接拉满。可惜的是，幻影4的销量为0。在服役之初，幻影4的设计就决定了它是走高空路线，但随着防空导弹与雷达网络的迅速升级，使得幻影4在这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加上巡航导弹技术在当时不够发达，迫使幻影4转变了现在的作战模式，从低空进行高速突袭。幻影4本身就是由战斗机改装，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被强化了贴地飞行能力，以便在没有下视雷达的情况下潜伏出击。同时，幻影4的原型机就是战斗机，所以它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对机场的要求是所有轰炸机中最低的一个。在需要紧急疏散的时候，大部分次级基地都能为幻影4提供支持，而且在完成对苏联的轰炸之后，幻影4也可以飞到最近的盟国机场寻求庇佑。得益于幻影4出色的能力，其实有多个国家曾考虑购买，其中一个就是英国。本土研发的 TRS-2 被腰斩之后，英国就曾考虑在美国的 F111和法国的幻影4之间选择一款。可惜的是，由于工党政府的预算砍刀，幻影4没能落户。
见英国人跑路了，其他国家也打了退堂鼓，比如需要大量攻击装备的德国，以及野心勃勃的印度和以色列。这2个国家虽然没有自己的核武技术，但已经在为掌握核打击能力未雨绸缪。而且到最后，幻影4也没能实战中发挥作用。在其服役的40多年时间里，法国的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逐步完成。幻影4潜射的 M 系列与陆基的 S3中程飞弹，使法国成为了世界第3个拥有完整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就配置来看，可以说是一个穷人版的世界核威慑体系。只是法国的核威慑也与幻影4一样，没有用武之地。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华约集团的不复存在，使法国的核威慑需求被大大降低。加上具有多弹头能力的 M45潜射飞弹问世，大大加强了法军的战略核力量。于是陆军的 S3中程飞弹与空军的幻影4都退出了现役， ASMP 核弹也交给了幻影2000战斗机使用。而负责核打击的幻影4解散之后，幻影4就剩下了一项任务：高空侦察。它可以做到超低空飞行，拍摄山腰的侧面相片，从而发现隐蔽在其中的山洞。在海湾战争到波黑战争，甚至在阿富汗战争，都有幻影4的影子。只是随着机体的老化与军费预算的减少，法国红军不得不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新式的阵风战机。幻影4也在2005年全部退役，至此淡出了历史的舞台。